好，所以其实你们在规划了一个5小时的节目当中，碰到的困难和阻力的确是大的。我们会比很多一般的节目来的大。对。好，但是默默的，我们也把台湾的故事、台湾的文化，透过各种活动，慢慢的推出去了。然后其中我们交到了一个好朋友，叫做奈良美智啊，对对，这个是因为我常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台湾。是文总跟他的合作开启了这样子深厚的缘分吗？对，其实他过去也曾经来过台湾，那不过那个是好像10年前的样子，那其实是一个契机，就是这个在我们在疫情期间，台湾赠送口罩给这个日本嘛，然后日本跟台湾，日本也有疫苗来帮助台湾，所以这样子一个互动。让奈良美智在他的这个那个 X 上面，去感谢蔡总统。好，那蔡总统也在上面有一个回应，那也欢迎他有空来台湾走走。好，结果他就再次回应说，也希望去台湾，然后甚至如果有机会。说不定可以来台湾办展览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没有啦，抓到了，你说的啊，没有啦，我们就赶快写一封信给他，然后跟他说，文化总会的会长就是总统，那很谢谢奈良美智先生，那我们刚好2021年呢是3.1地震10周年哦，所以。文化总会跟日本交流，日本在台湾的交流协会，其实就要合办一个10周年的一个系列活动。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问他愿不愿意来台湾，然后来办一个展览。用这个台日友情的一个角度。那他其实想了一下就答应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是因为他在地震期间，他是东北嘛，日本东北那边的人，他是受创。对，其实对他的影响蛮大的，所以他很谢谢台湾那时候帮助日本。对他那时候甚至他的陶作，这奈良美智以为是只有画画，其实没有，他还有陶的作品。那陶的作品其实就是他那时候因为地震，他有受到一些心理的冲击，他开始透过捏陶去调试自己。好，那后来有这样的一个邀请之后呢，他就来到，反正我们就很密切的这个讨论嘛，那。我们本来想说，那就是他的展品来到台湾这样子，他不一定会来。就后来他说他要亲自来，来布展。然后呢，在接近的时候，他又说他想要画一幅画，为了这一次的展览一起来台湾。那我们本来想说，可能是个小的作品或什么，就他画一个200号的大作品。然后他在 X 上面一直讲说，我到底要给他取什么名字呢？然后这一趟来到台湾，这幅画非常有意义啊什么的。后来他就取名叫做《朦胧潮湿的一天》。对，好，那当然他没有直说，但我在猜这个是不是对台湾的一个这个气候的投射这样子？对，就还蛮台湾的感觉。对，看到这个就觉得是台湾。所以这幅画变成这个整个来特展来台湾办特展的一个主角。那我们在台北。对，台南，对，然后还有屏东哦，不是在第一次的特展，其实第一次没有到，第一次是第一次在台北排队排得一塌糊涂，对，在那个关渡的那个北艺大的美术馆，那因为展完之后他就要回去了嘛，然后他就有一点一直在碎念嘛，他想说这幅画好像应该要在台湾久一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朦胧潮湿的一天。然后后来我们就在跟他们这个团队有一些讨论之后呢，就说不然我们来开启一个新的计划，我就不要让奈良美智跟台湾的这个情缘就这样子结束，我们要不要开启第2季？要延长我们的情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开启了一个叫做跟着朦胧潮湿的一天去旅行。那去哪里旅行就去台湾各地旅行。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说我们已经去高雄了，那是第一次。那后来呢，上一次是在澎湖，就是几个月前在澎湖去离岛。那这一次呢要到屏东。那其实有人会说，那就是那幅画在不同的地方展览，其实不是，因为这3次的展览其实呈现的方式都不一样。像第一次在高雄是在高雄的美术馆，那是一个很当代艺术的美术馆，然后在一个新的一个空间呈现，那比较都会的。那跑去澎湖呢，其实也是我们给他选了之后，他选了澎湖，因为他一直有个想法，就是说他希望这个艺术能够到偏乡去，能够到离岛。他觉得要让更多在那边的大朋友、小朋友可以看到他的作品。
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说艺术不是只在都市里，对，艺术应该是到更远的地方，而且艺术应该从向下扎根这样。然后他选了一个日治时期的一个宿舍，一个厅长宿舍，非常有味道，又跟这个高雄的不一样。然后他在澎湖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又规划，那你下一站要去哪旅行？那你选了几个地方，后来他选了屏东。那选了屏东，我觉得大概有几个原因啦。屏东就没有朦胧潮湿，屏东很大太阳，南国嘛。澎湖感觉对，秋冬蛮朦胧潮湿的。后来我们在想，他为什么选屏东？原来是他在高雄的那一次展览呢，他停留了一段时间，他自己跑去屏东，他跑去原住民部落，所以他在 X 上面还有分享他看到那个原住民的婚礼，他去看他们婚礼的过程，觉得非常的特别，然后留下了很多这个记录这样子，然后他认识了在这个屏东的原住民艺术家，所以他有个约定跟那个艺术家说我会再回来所以这一次屏东展，屏东不只是展览，他这次要停留大概快半个月，他会去那个三地门去驻村，然后会跟这个艺术家交流。我觉得透过文化这样交朋友啊，两边这样子往下抓牢那个土地的感觉，真的是蛮好的，而且威力很大，真的。因为他只要在那个 X 上面分享在台湾的过程，其实看到的不是只有日本人跟台湾，对，是全世界，对。所以像之前那个黄伟哲市长送他东山咖啡，他在这个德国还是哪里的一个展览的时候，他就拿出台湾的咖啡，说我现在正在喝。老实讲，这个比去什么机场登台湾的广告威力更大。对，就像木村拓哉拿一个凤梨酥，哇，全世界都嘛知道，哇，台湾凤梨酥赞。所以我们有一点就是借由这样的力量去做一些对，去做一些事情。好，我觉得今天跟后庆聊天啊，就是对于文化这件事情，它的穿透力其实是强的。那我还是想要问比较这个问题啦，比较国家安全的问题，因为我还蛮担心这一块的，因为很多交流其实到最后，我们担心的会是统战。那关于这个部分，你觉得当马龙这些人来台湾，我们要交流啊，等等的，你会不会担心？这叫做某种程度其实是正在被统战中。这绝对是他们的目的啊。他们不会终止这件事情，他会透过各种形式。你觉得我们的抵抗力够强吗？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，台湾年轻人对于台湾的故事是有兴趣的，但是抵抗力还够吗？抵抗力够不够？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有个好处，就是因为是网络的时代，所以很多事情是透明的。好像这次可以看到说，这个交流团来到台湾，那它其实过程有很多是塞出来的，是透过设计的。好，那过往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，什么直播或者是能够留下记录的时代，可能都不会知道。但一下就破功了。就是我们在那个现场，不是我们在那个现场，而是说他在那个现场，然后不管是旁观的民众，或者是说现场的媒体，其实他就会捕捉到一些不寻常的状况，比如说为什么突然会有一群人来这边对他们喝彩，那或者是说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很多事情没有被公开，但是透过网络我看不到24小时马上就破绽百出嘛。应该不能说破绽，就是很多原来他想要 say 的事情都曝光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说，好处是这个啦，好处是这个。那当然，网络上也很多诈骗啊，或者是很多作假的嘛，所以我还是要回到识读这件事情。你说抵抗力强不强，就要靠我们的识读，靠我们的识读能力。对，那可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习惯看抖音啊、小红书啊，那会不会造成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识读，但是试到最后，因为我都看抖音，所以被抖音给影响。抖音的穿透力是很强。对，那也的确很多小朋友也是都会看抖音。当然我觉得就是他的问题能够被发现是好事。最怕的就是温水煮青蛙，大家不觉得那是个问题。所以其实现在像我会问一些小朋友啊，然后他们都会说他们知道抖音的问题在哪里。他们看，可是他们也知道，他们曾经
沉迷，因为他会一直把相关的影片一直抓进来，让你离不开荧幕。对，他们曾经沉迷，但是他们也发现那个问题在哪里。我开始听到有这样的声音，所以他们也会开始去理解，就是说，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说，这个东西跟中国是有关系的。好，但是你们不要小看我们，就是小朋友说你们不要小看我们，我们也知道什么是该接收的资讯，哪些资讯是对我倒是觉得这个我听到的是越来越多这样子的小朋友。对，那当然我觉得抖音不可能消失。对，好，那抖音的形式，它的确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快速的方式，就是这种所谓短的影音。所以我们能够有更多短的影音去造成流行，造成什么？这是我们在正面应该做的。所以像那个台湾熊用啊，听说现在已经也是变成神曲啦。对，还有那个什么 Energy 的那个16吨，对，那个星期五晚上啊，这不就是我们自己创作出来的嘛？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应该要给这些创作者更多的舞台？当他们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东西，属于台湾自己的东西，自然就不用再去听所谓什么抖音的神曲啊什么的。所以搞不好我们以后就称霸抖音。所以我还是觉得文化力量最红的，怎么滑都是台湾的，是有可能啊，是有可能。反而是，或者是说，当然抖音它有那个管制嘛，它有一些资讯它不会出现在里面。那当红的东西它没有了，它因为管制这些言论没有了，反而会让更多人就不想再用它了。会发现哦，原来这个是经过筛选过的东西。对。我是比较站在一个正面，然后要去用更多的，我们不要当北风，我们要当太阳，然后让更多的正面去消弭那些负面，这个是需要做的。因为很多网络上面，哇，你看抖音在危害大家，根本就政府应该要拿出魄力把它禁掉。其实你不这么认为，就是其实应该用一种太阳的方式。其实现在的小朋友、年轻人是越来越多，因为台湾的岛屿是。能量很丰，我说创作能量是丰沛的，我们有没有给他们机会而已。好，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啦，因为我知道你2014年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都一直在政治圈啊，当时也是这个协助柯文哲选上台北市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宣力量。如今1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你有感到惊讶吗？这跟你当年认识的柯文哲一样吗？不太一样就是越来越瞠目结舌。以前你对他的认识，他是一个对于金钱很 eager for 很渴望的人吗？我记得我2014年是7月进去那个竞选团队，然后我那时候负责就是文宣。好，那文宣会牵涉到很多要制作啊等等的啊。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觉得他蛮重视钱，他蛮小气的。就是因为文宣势必会花一些经费，对，好，那他会觉得说有些用网络的散播就好了，或许不用再去制作这些东西什么，所以那时候我的感觉只是觉得说，他对钱很在意然后他很有些东西他都觉得能够不用做就不用做，不用花这个钱，对，对。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一体的两面还是对，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很舍不得花钱，所以变很有钱的。对，好，但是这10年来的变化，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感触？其实那时候加入这个团队啊，基本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，然后那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希望台北市不要再让这个国民党执政太长久的时间。对，而且那一年是连胜文嘛。对，好，那所以大概就是这个目的，然后集结了各路人马。好，然后这些各路人马，当然后来胜利了之后，有的进去市府。可是我现在想一想啊，那时候一时集合的这群人，好像后来都离开他身边了。所以会离开身边一定有原因嘛。好，照理说一个政治人物，老实讲，他如果是一个长久，然后他是一个有态度，或者是说他是一个真的他真的是个政治家，应该是会一直跟随着他。对，好，不管是跟随着他，或者是说在不同的角色上来当他的这个能量的扩散等等。可是会发现几乎都离开了，那这一定是中间有发生一些事情，跟原来的他不一样。他的确改变了，对，而且他改变了蛮大的。
对。但是你以前因为帮他做文宣，所以他整个形象的包装是你的责任。我的责任。你要不要洗个门风？所以我现在努力把台湾的故事做好。对，好，今天非常感谢后进来到我们的现场，讲的这个内容我觉得极重要，就是台湾自己的故事，台湾的文化主体性，透过这样子的文化渗透力，让全世界都知道台湾，而这样子的力道其实是强劲的，这个抓地力是强的。这件事情极重要，非常感谢后进来到现场，谢谢，然后也顺便好好的宣传一下今年的除夕夜，记得打开电视看文总的《我们的除夕夜》，We Are。谢谢，谢谢，下次见，拜拜。